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中共第3艘航母福建舰终于入列了，但这不是新闻的开始，而是新闻的悬念。因为这场在11月5号举行的入列授旗仪式，官方足足拖了2天才敢发。2天后，新华社才硬着头皮公布画面，连央视新闻联播都不播，这是怎么回事？要知道，以前像辽宁舰、山东舰这种仪式，都是当天即时播，全国刷屏。这一次却拖了48小时，整个中共宣传口都一反常态。是军中出事了，还是高层出现裂痕？画面里我们看到习近平亲自登舰，按下电磁弹射按钮。但奇怪的是，海军司令胡忠明不见了，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楠不见了，就连前几天才在央视高调露面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也缺席。那么现场谁主持？是刚升任军委副主席，同时掌控军纪委和监察委2把刀的张胜民。这位纪律沙皇如今成了习近平身边最关键的人。但这场仪式越看越像是一场尴尬秀。网民说，这艘亚洲第1艘电磁弹射航母其实只是个政治样板，因为它只做过8次海试就被宣布入列，弹射系统连稳定性都没测完。外界怀疑这艘福建舰更像是习近平为自己续命的道具。那为什么延后报道？有媒体分析，当然有安保考量，但更大的原因是政治不稳定。中共4中全会刚结束，军中贪腐大案连环爆，谁该出席，谁该避嫌，谁可能被消失，都成了最敏感的政治信号。就在福建舰仪式曝光的同一周，张又侠突然单飞，在央视新闻联播上破天荒地出现原声讲话，以往只有习近平能享受这一待遇。这一次，军委副主席出现在国家最高级别节目上，镜头长停10几秒。这不只是宣传破格，这是权力格局改写的信号。有人说这是习近平失控的征兆，也有人说这是张又侠在帮习背书，但真相也许更复杂。当一个国家最强的航母变成政治舞台，谁占 C 位，谁缺席，谁敢出声，都可能决定中南海的下一场风暴。中共官媒新华社11月7号发布消息，称2天前即11月5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海南三亚出席了中国第3艘航空母舰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并登舰视察。这是中共官方首次正式确认这场仪式的举行时间和细节。报道指，仪式由新晋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胜民主持，中办主任蔡奇、政治局常委张国清陪同出席。从网络流传的画面来看，除军方代表外，出席人员还包括中国船舶集团董事长徐鹏、居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邵新宇、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工信部长李乐成、海南省委书记冯飞以及中航工业集团董事长程福波等军工与地方高层。不过，这场在11月5号举行的入列授旗仪式，直到2天后才由新华社报道。这种延后发布的做法立即引起外界关注。在以往的中共宣传惯例中，涉及军方重大装备的入列仪式通常会同步公开。例如2012年9月25号，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在大连港正式入列，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自出席交接入列仪式，并登舰视察。新华社与央视当日同步刊发图文与视频报道，实时播发现场画面。2019年12月17号，第2艘航母山东舰在海南榆林军港交付海军时，习近平以军委主席身份出席仪式并登舰。同样，当天既由新华社、央视联合发布报道与影像资料。相比之下，这次福建舰的消息足足压后2天，显得格外不同寻常。香港明报11月7号在报道中指出，福建舰的入列消息此前在网络上已多次被提前泄露。中国大陆自媒体在11月6号纷纷预告或暗示相关内容，但官方始终未予证实，也未辟谣。该报认为，这次延后发布可能与安保安排有关，要等习近平离开三亚后才准许媒体曝光，以防泄密或安全风险。也有观点认为，除了安保因素外，延迟发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考量，
一方面，中共四中全会刚刚结束，高层内部气氛紧张，军中人事变动频繁；另一方面，福建舰作为习近平亲自决策的工程，被视为其巩固军舰、展示个人威望的重要象征，因此宣传口径的掌控更为谨慎。根据新华社发布的视频内容，习近平当天登上福建舰飞行甲板，亲自按下电磁弹射启动按钮。甲板上的空载动子在弹射轨道上疾驰而出。官方配文强调，该系统是习近平亲自决策、亲自推动的成果。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最近我朋友有个朋友成功帮儿子戒掉了冷饮等不健康的零食，他给我推荐了一个超特别的产品——红海参修复饮。朋友的儿子很喜欢吃冷饮，我朋友原本只是想帮儿子换个更健康的零食，结果他儿子一吃就爱上了，朋友自己也试了一下，觉得很不错。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配方就是90%深海野生红海参，加10%韩国红参，再加纯天然蓝莓原液，透过专利发酵做成果冻口感的口服凝胶，清爽不腥，还带点果香。红海参本身含有18种氨基酸、天然胶原和活性钙，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非常适合长辈、成长期的孩子、加班族等，而且一盒30支，带着走超方便。早上空腹或者是运动后，随手拆开就能吃，冰过之后吃起来口感更特别。我建议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我朋友怕断货，干脆一次囤了10盒。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10局就可以享受85折。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买70美元，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好，我们回到正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仪式的出席阵容中出现了几位缺席者，引发更多讨论。例如，中共海军司令胡忠明上将、中共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楠上将，以及出席中共四中全会的中共南部战区政委王文全上将均未在现场露面。中共海军政委一职目前处于空缺状态，前任袁华智今年已经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落马。现场唯一的上将军衔官员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张胜民。近年，中共当局对于高官的处理经常秘密进行，外界认为这些失踪的高官极有可能已经出事。当然，缺席者还包括中共第一军委副主席张又侠。X 社交平台账号中国人事观察认为，张又侠不出席是合乎惯例的。他说，这安排与2019年山东检入列时的情形相似。当时排名第2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而排名第1的许其亮缺席。X 账号独立时评人向阳则持不同观点。他在评论张又侠缺席的原因时说，中共所宣称的电磁弹射只是个摆设而已。他说，习近平当然知道少量电磁弹射成功并不足以证明整套系统的成熟。现代航母对电磁弹射装置的稳定性要求异常苛刻。美海军福特号航母在最近一次海外部署中，半年内完成了超过万次弹射，都未出现严重事故，才被判定为真正可用。但电磁弹射作为海事关键科目，在福建舰仅仅完成8次海试后，就提前结束出海，准备入列授旗仪式，说明中央军委对国产电磁弹射器的表现相当满意，不需要更多的海试去测试了。反正也不指望福建舰战时巡航海上作战，所以新华社隔了2天才发布这个旧闻，新闻联播也不播，也难怪老将军张又侠缺席，他根本不屑去这个可笑的入列授旗仪式，丢人现眼。也有观点认为，张又侠刚刚在央视罕见独立露面，主持四中全会精神宣讲会，并且获得了异常高规格的报道。此次他缺席福建舰仪式，反而更添政治意味。尤其是在军队系统频繁出现贪腐与落马消息的背景下，
福建舰入列的延后报道与人事出席名单的非对称，为这一事件增添了更多政治悬疑。在福建舰延迟报道引发讨论的同一时间，中共军委体系的另一幕也格外引人注目。11月3号，中共央视新闻联播罕见播出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召开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的画面。从央视画面来看，张又侠在台上发表报告，另一名军委副主席张生民则坐在台下认真做笔记。央视不仅给出了张又侠罕见的近景特写镜头，还保留了他发言的原声。这在中共以往的宣传中极为少见。众所周知，在中共宣传惯例中，新闻联播的镜头安排有严格的等级区分，能否出现中景或近景，镜头停留时长，以及是否保留领导人原声，都有明文规范。通常情况下，只有习近平的讲话才会保留原声，其他人发言基本上是配音或字幕转述。而这次张又侠的画面不仅是完整近景，整个画面只有张又侠胸部以上的位置，并且还播出了张又侠讲话的原声，这显然是一次极高规格的破例。长期以来，军委副主席的露面多限于集体场合，如军委会议或阅兵典礼，且通常与习近平同框，镜头比例较小。因此，这次张又侠独自主持宣讲会，并在新闻联播这种中共最高级别的平台上长时间出现，被外界视为明显的异常信号。有观点认为，像张又侠这种军队里面的人，原声能够出现央视上，这显然是习近平失去权力的信号。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张又侠讲话表示深刻领悟和贯彻习近平讲话内容，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实施好军队建设“十五五”规划等等，都是在鼓吹习近平，显示习近平仍旧大权在握。两种观点争执不下，观众朋友您怎么看？央视罕见高规格报道张又侠，是为了给习近平抬轿子呢，还是在暗示张又侠的权势已经超过了习近平？欢迎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在这场宣讲会举行的前几天，中共出版发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的辅导读本。张又侠在读文中撰写了署名文章，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阐述了“十五五”时期国防与军队建设的核心思路与关键举措。文中提到，要彻底改造思想，全面整肃流毒击毙，坚决防止做两面人，搞伪忠诚。观察人士指出，这里的流毒击毙、伪忠诚、两面人等词语，明显是在影射四中全会前官宣被查的多名军中高层，包括原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原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等人。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中共国防部在四中全会前强行官宣9名军官被查，就是张又侠的指示。照此来看，张又侠此番表态似乎有以其之矛攻其之盾的意思。由此回看央视高规格报道张又侠的现象，似乎更像是中共军方权力格局变化的信号，至少显示张在军中的地位稳如泰山，连习近平都需要他来背书。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